别踩老子手了！没事就爬起来排队。今日发迎期，去晚了连老太婆都抢不到。周雪，你诈尸了？昨天我看你都快没气了。阎王嫌我吃的多，活了就赶紧抢，战场上活下来的能优先选。你属狗的！别碰我家小姐！给脸不要脸！行，老子不选你家小姐，就要你了。小姐，小姐救我！哎，那婆娘不行，京城范官家的，姓顾，身子太弱，养不活。有意思。想用瓷片割手腕，割不准死不了，只会让你烂在屎尿坑里3天。想活，就站起来走2步。我能走。这个我要了。周琦脑子被打坏了，选个马杆，晚上轻点，别折了。罪臣之女顾依兰领了不能退，死了自认倒霉。走不动就老实待着。周琦，你给老子站住！好货色，得先紧着长官，懂规矩吗？吴长有事儿。嘿嘿，这女人太瘦，怕你养不活。吴长真是体恤下属啊！哥帮你养几日，养润了再给你玩。这女人身子弱，这饼算我借吴长的。操！这兔崽子反了他了！吃了它，才有力气干活。干什么活？把这堆烂甲给我补好，补不完，今晚别想睡，更别想吃饭。那里有水，自己擦擦。我不喜欢脏女人，看着倒右口。别想着跑，外面全是恶狼，死在这里，我把你扒光了挂旗杆上。你也没干净到哪儿去。捡到宝了，补好了大半，皮太硬，有些地方我用双股线绕紧了。还行，凑合能用。去把炕收拾一下。过来，坐下。你叫什么？顾宜兰。会写字吗？会。会算账吗？学过，家里都是管家算账，不过我能行。以后你就是我的私产，只要你听话，干活利索，我有肉吃，也不能光让你喝汤。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但有一条，别给我惹麻烦，也别试探我的底线。我记住了，周郎。周琦，给老子起来！借你的新婆娘唱个曲儿。王哥，消消气儿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不就是个娘们儿吗？女人哪有金子香？昨天战场上，那天狼志爷身上，我摸到一块金牌，没敢声张，埋后沟了。金牌，大头当然归王哥，我一个人不敢挖，怕压不住邪气。大陆，敢骗我，打折你的腿！借我10个胆子，也不敢骗您啊，王哥请。金牌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块石头下。妈的，这土硬的跟铁似的。王务长呢？王哥说这破屋没劲，去内城绣香阁找相好了。这老狗有钱也不带兄弟。军中出了人命，归谁验？归百户所书办。书办月银多少？6000。睡吧。
真他娘的晦气！脑袋磕在石头上，脖子扭断了。陈总协，我看这就是个醉酒失足。那就是失足，赶紧抬走埋了，别在这碍眼。这封印，两位大人受累了。王武长走得突然，这屋里总得有人管，小的愿替大人们分忧。你叫周启，倒是机灵。周琦平日里是块好料子，只是被王麻子压着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先让他暂代武长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带不好，你就下去陪王麻子。谢大人栽培。这位置也是你能做的？周琦，别以为上头一句话你就真把自己当武长。今日起，这位置我做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反对你姥姥！还有谁？以前王麻子吃肉，你们喝汤；以后跟我，只要我不死，大家都能吃上肉。武长仗义，以后都听您的。新来的，这堆最脏的归你，洗不干净，中午别领窝头。小华，快点，再泼了把你扔河里！小姐，你快走！赵大嘴一直问你，他说迟早要……那边偷懒是不是？小姐，快走！周郎，求你救救小环，他快被赵大嘴折磨死了。我读书识字会算账，只要能救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哪怕去伺候别人换钱。伺候别人？你把老子当什么了？老子的女人，哪怕只是暖脚，也没送给别人睡的习惯。赵大嘴现在是10长，我是5长，现在去要人是害他，火候未到。不过这丫头忠心倒是值得救，赵大嘴那颗脑袋我也看上了。竹烂眼50两，今日再不还，老子挖了你的狗眼！郑哥，求你了，再宽限2天。行啊，那拿你婆娘来抵。不要，张哥，您说话算数。只要拿他抵债，50两，一笔勾销。竹烂眼，你真不是个东西！谁让你们在我屋里动手的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要坏规矩？这债我买了。这点钱就想平事儿？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就凭这个，现在债归我，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拿着钱滚！武长仗义。这50两你欠我的，还清钱，你这条命是我的，苏秋娘也归我管。敢再碰她一下，我剁了你那玩意儿！姐姐别怕，先喝口热水。天狼游骑在狼牙河一带晃溜，上头命咱们重立7号烽燧鬼仇剑。鬼仇剑去了就是魏狼，驻守须一武，由10长抽签，红签留守，黑签出发。
百户大人，我腿上有旧伤，我出钱，求您换个人。军令如山，明日4时不出营，老子亲手剁了你！赵大嘴死定了。未必。你们先回屋，我出去一趟。都滚！谁想让我去送死？你来干什么？看笑话！我替你去鬼仇剑。你说真的？你愿意去送死？但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小环。给，那死丫头你带走。第二，2副好皮甲，铁叶子多的。行。第三，找你那个文书舅舅把名单改了，明面上是我周启去鬼仇剑。行，只要你肯去，都行。成交。小环，是你吗？小环，小姐。别哭了，哭能把伤哭好吗？你答应了他什么？没什么，赵大嘴不想去鬼仇剑，我替他去。你说啥？你要去鬼仇剑？那我们呢？咱们是一个伍，当然是一起去。完了，那可是死地呀！周郎，你不该这么做的。为了小环，搭上你，搭上大家的命。我说过，我的人谁也动不了。这次拿鬼仇剑换回来，下次我拿赵大嘴人头给你压惊。周郎，此去鬼仇剑，哪怕刀山火海，我顾一言都跟你。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都别愣着了，收拾东西，把能带的全带上。明日4时拔营，去鬼仇剑，老子带你们发财。 50陈米，3袋黑豆，再加2匹老马。军中物资紧缺，只有这些了。狗大人，这米里沙子多了点，咱们去鬼仇剑卖命，断头饭也吃不饱。到了下面，怕不好替您美言啊。后面仓房再添2袋没掺沙的，角落里有铁铲镐头，要就拿走。谢大人。 还得去劳工营挑个人，咱们这几块料，浴室连个扛活的都没有。这傻大个叫孟郊，为了偷吃了个馒头，打伤了2个监工，是个哑巴疯子。 救命！想活命就别动，杀了他你也得死，留着这口气，跟我去杀天狼人，杀了这疯狗。 100文，人我带走，省得给你添麻烦。行，赶紧带走，别让我再看见。 吃了，跟我走，以后你的命是我的。出发。鬼仇剑，老子的龙兴之地。停，找背风处歇歇，再烧热水。还走没多远。 天黑前赶不到咋办？让你歇就歇。坐下，脱衣服。怕我宰你？你这把绣刀，老子花了100文，总得磨出来再用。
依兰，过来，酒壶拿好。我让你倒你就倒，没麻药，忍着，忍不住就叫，不丢人。酒。行了。世人当你疯狗，我周启拿你当快刀，往后我指哪儿，你捅哪儿，懂吗？这就是风速，分明是乱葬岗啊！我不干了，上山当小蚂蚁比在这喂狼强。再往前就是逃兵，现在砍了你脑袋挂旗杆上，谁也挑不出错。武长，这真守不住啊！我说守得住，阎王来了也带不走你们。不想死就动起来！屋顶堵墙缝，除了这群，外面有狼有马匪，还有天狼人，你们死得更快！分房，最大那间我和依兰住，赵虎、吴老三带婆娘住左边，朱寿和孟娇住右边，苏秋娘和小环住一间。我怕就去外面睡墙根。看什么呢？看我们的未来。这鬼地方就是咱们的龙兴之地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你顾家的京城大宅子抢回来。我相信你。虎子杀！娘的，吓死老子了！拿来。说话了，原来你不是哑巴。这几个不长眼的知道咱们缺东西，大半夜送礼来了。拨干净，皮扫、靴子、钱袋子，连裤腰带都别留。外边看看有没有马。天狼战马发财了！好畜生，识相点！有问题。这不是打草谷的土，是探路土。这里直通云州后方，天盲人是来清路的。都别睡了，赤手未归，天狼人定会来查，到时候来的就不止3个。那咋办？挖坑设伏，把这儿变成阎王殿。赵虎，坑再深3尺，坑再深3尺，底下插尖桩扎不透马肚子，我把你埋进去。吴老三，铺草铺云，让我看出坑，你第一个下去垫马蹄。
麻绳套住，另一头绑树桩，下面支撑挖掉一半。听我号令砍绳，让它滚下去封路。煤渣拌匀，趁热装进陶罐，布条封口，千万别洒，这东西沾火就着。小姐，这东西真能杀人？能，也能救命。部长，这不结冰了吗？不结冰，怎么让他们先摔个半死？都回屋睡，天良人不会半夜在雪窝子里陪咱们冻成冰胶。去睡，明日仗打完，战利品还等你盘账。我陪你。累坏了，谁给我管家当？破阵人的人说你是哑巴、疯子，可你会说话，关中口音。我是关中神策军总旗，千户赵佑成贪了弟兄抚恤银，害残兵冻死。我去讨公道，他让我滚。我夜里提刀进帐，把他剁了78刀。杀得好，但只杀一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少，跟我。以后不公道的官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不仅杀，还踩着他们脑袋往上爬。孟郊这命是武长的了。这么多人，按计划。救命啊！赵虎、吴老三，动手！让你们追老子！来人！这疯子真是尊杀神！为了活下去，哪怕成魔又何妨？这还是咱们武长吗？这是阎王爷吧？里面收拾干净了。是。动作慢了点，下次快点。是。打扫战场，补刀，别留活口。把尸体堆外面筑景观，让后面来的掂量掂量。8月15，云州粮道，天狼主意要借鬼朝剑偷袭云州后方。周郎，大鱼来了。武长，有兵马，打的是宁军旗号。好大胆！私通天狼人，分赃作乱！来人，把这些细作拿下，物资充公！放屁！这是咱们杀的天狼人！弓箭手准备，一个不留。大人别动手，脚下有重要情报，求大人饶命。说，还有什么藏着的？藏着你的命！马奎杀良冒功，已伏诛。尔等若不想陪他死，就听我一句。你想如何？马大人力战殉国，你们拼死报仇，斩获首级10颗，拿着首级回去升官，还是陪他一块死？自己选。马大人确实力战殉国，周兄后会有期。武长，咱把巡防营也绑上了。
他们拿了首级就上了船。股长，这路堵死了，外头那些马咋弄进来？这玩意儿怕是有几千斤，推不开。不动，推什么推？动脑子！建柴，全队石头边上烧！股长，你要烤石头？废话少说，干活！石头还能烧化？股长脑子里装的东西咱不懂，照干就是。孟姜，提2桶浆水来，泼。热胀冷缩果然有用，拿锤砸！股长，这是神仙手段。少拍马屁，赵虎、朱寿，把天狼手情装好，挂马尾上。我要去云州报军情。那我们呢？你留下，带女人们处理马肉，皮剥了削制，肉风干。孟郊守烽燧，护住他们。是。周郎，一路小心。云州卫所里的官，不比天狼人好对付。放心，论杀人我不怕，论做人我也不差。赵虎，你留下看马，这些都是私产，见不得光。谁敢靠近，先砍手。股长放心，我在马在。朱寿，跟我进城。股长，这些人头味太凶了。简冲，待会儿他们能换官职，能换银子。哪来的叫花子兵？这里也是你能闯的。破阵营第10队7号烽燧伍长周启有紧急军情，求见秦指挥使。这年头是个阿猫阿狗都说有紧急军情，大人议事没空。天狼人要在咱眼皮底下搞动作，晚了怕是大家都要吃瓜柴。等着，我去通报。大人，这怕不是把咱忘了吧？正常，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。大人忙着呢，情报留下，人可以走了。此事关乎云州存亡，若是耽误了，你担不起，我也担不起。给你脸了是吧？再不滚，打断你的腿！曾先生，您回来了。那是何物？破阵营第10队7号烽燧伍长周启见过先生，这是天狼旌旗首级，共20颗，另有搜出来的绝密情报，事关云州粮道。跟我来吧。标下周启，参见大人。你说有绝密情报，若敢糊弄，本将砍了你！天狼苍狼部主力3日后借道鬼巢剑，突袭云州粮道。你说你全歼一支天狼旌旗，多少人？包括1名百夫长，共20人。20人，就凭你那只有5个人的破风色，谎报军功可是死罪。大人若不信，首级就在门外。真是天狼精锐，此马乃百夫长坐骑，神骏非凡，只有大人这样的英雄配得上，特来献给大人。哈哈哈！好，周琦，你是个人才。别回那鸟烽燧了，留在魏府，我给你个总结，入我亲卫营如何？大人厚爱，标下惶恐，但兄弟们还在鬼巢界，那里是天狼人的突破口，需有人守着。标下熟悉地形，想回去替大人守好这扇门。怎么看不上总职的位置？大人，猛虎当归山林，困在笼中反而失了野性。破阵营现有20个队，我看第10队也不适合周启，不如设破阵营第21队，任他为总级，驻守鬼巢界。准，但兵粮自己筹，这21队怎么带，全看你本事。兵粮卑职可以自己筹，绝不让卫所为难。只是卑职新上任，想要分到装备恐有难处，卑职斗胆求大人赐下手谕，准我去破阵营旧武库挑些淘汰兵器甲胄。准了，一些破铜烂铁而已，给你写张条子，自己挑。谢大人。总旗，马呢？赵虎呢？他跑了。总旗，我对不起你，马被抢了。谁？不是天狼人，是个娘们儿，穿红衣服，长得还挺俊。他装麋鹿讨水，我转身拿水袋，他从后面给我一下，我就晕了。被女人放倒，丢人。没杀人，只抢马，还用下三滥手段，定是马匪。总旗，让我去叫阵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
走，找回马。就是他们！上面的缩头乌龟，红衣服臭婆娘，下来！爷爷让你爽个够！我还以为哪个不怕死的，原来是被我一招放倒的熊瞎子。臭娘们儿，老子劈了你！就这点本事，也学人较真？当家的好身手，不过抢了我的马，又打了我的兄弟，这仗光还马可不够。那你想怎样？马是好马，人也是家人，这地方我也看上了，连人带马，再加这山寨当嫁妆挺合适。淫贼，取你狗命的是黑云寨林红袖。好滑的手，舞刀可惜了，倒适合倒酒。我杀了你！这一刀腰上有劲儿，若在炕上也这般，也有福了。闭嘴！闹够没有？放开我！再动也就不客气了。还是想当着兄弟们表演马上风流。10几匹马先寄存在你这儿，草料未足。记住，我叫周启，明日来取马，顺便接我的人。混蛋！混蛋！淫贼！杀千刀的！大当家，俺带人下山，把那狗日的爪子剁了喂狗。老三，坐下。严叔，他摸了大当家的腰。这笔账咱们慢慢跟他算。大小姐，那人来路不简单，你抢来的马都是天狼正规军的战马，他能弄来这些马，说明他杀过天狼精锐。今日与你交手也没尽全力，但他明日既然还来，黑云寨的脸不能丢。咱们布九曲连环阵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严叔，机关全布上。陶猛，山道陷马坑、绊马索、竹签阵全挖出来。俺还要刨粪坑、竹签。别胡来，守住道义。只要他敢闯，便让他掉层皮。周启，你敢来，我就让你知道黑云寨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。他们射不到这儿，招呼祝寿，生火烤肉。好香啊！这是唱哪出？上面的兄弟，早饭吃了吗？趴墙头喝西北风不好受吧？我这半扇肉是宰了天狼百人队，从他们战马上割的，大补啊！他说的可能是真的，那些马是苍狼部坐骑。林大当家，我来接人。你开门让我进去，若不能让兄弟们服我，我这脑袋送你当球踢。若你们服了，这寨子归我，你也归我，敢不敢？想空手套白狼，没门儿！你有种先闯山道，过了我黑云寨鬼门湾，我便敬你是条汉子。山道九曲连环阵，36道坎。周启，你若过不来，肉我们去你尸体上取。宋琦，您不带刀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付几根烂木头，用不着刀。梅花坑埋得不错。听声辨位，
提前看破机环，行家拉滚地龙。这下看他往哪儿躲！起！大当家下手够黑，真砸闪了我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上来了，旺桥开门吧。开门！大当家不能开，乱箭砸死他，乱箭射死他，射死他！愿赌服输。我黑云寨是落草的凤凰，不是没卵蛋的阉鸡。放桥！你赢了，马在后面，牵上，下山。我若只为马，犯不着提脑袋闯山道。我来是想问问你们，难道想一辈子缩在山里当匪？天狼人骑着咱们的马，睡着咱们女人，吃着咱们肉，你们有一身本事，却窝在山沟里啃硬馍馍，憋屈不憋屈？跟着我，你们的刀只砍天良人，只砍仇人。我给你们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，让你们说一句：老子是沙达子的英雄，不是毛贼。姓周的，你少在这灌迷混汤！想当俺们大哥，先赢了俺再说。周琦想收服黑云寨，得过3关。第1关上午赢曹猛，第2关谋略折服严叔，第3关由我定。好，兵器架在那儿，随你挑。你干什么？借刀一用，还带着美人热气，不两手。请。俺看你能躲几下。大当家为我！要是重兵压青刀，他若不抢功，耗尽体力必败。有理有节，先立为上，就是现在！兄弟，天冷，衣服穿好点。俺老曹输了，你有本事，俺服。武斗完了，二当家怎么比？这是黑云寨，这是苍狼部铁骑5000人，粮草只够3日，外无援兵，内无退路，如何破局？死守呗。哼，死守是最蠢的法子。依山险坚守，杀马取肉，或可拖到敌军粮尽自退，这也是最好的结果。你只算寨子，没算人。你要弃寨投降？寨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若我守，第一步弃寨，跳出圈子，挑20骑，1人双马，昼伏夜出，绕道100里，直捣苍狼巢，烧帐篷，杀牛羊，抢女人。后院起火，5000铁骑军心必乱。剩下的人提前埋伏回援必经之路。天狼人急着回救老巢，阵脚必乱。不求全面，只要咬疼他。前有老巢被袭，后有伏兵截杀，他们还敢安心围山？避实击虚，围魏救赵。
你算的是管家的账，我算的是将军的账。严某眼界浅了。第二关，周总旗赢得漂亮。第3关，不用比了，但你还得接一桩因果。黑云寨不是寻常山匪，我们原本是威远镖局的人。3年前，威远镖局接了一趟暗镖，明面上是黄纸檀香，实则护着一样要命东西。半路遇伏，我爹身中数10刀为我们断后，镖师300余人，实不存疑。老当家死得惨啊！我们杀回镖局，只看见一片焦土，留守的老弱妇孺一个活口没有。谁能查出真凶，替威远镖局报仇，黑云寨便归谁。那趟镖是什么？我拆过，照过，没有夹层。可我爹临死前说，这东西比威远镖局400口人的命还贵。秘密未必藏在纸里，也可能藏在书本身。此事我接了，不管幕后是谁，查出来我砍了他的脑袋。从今日起，黑云寨上下奉你为主。拜见大当家。我做买卖不喜欢亏本，你说黑云寨归我，那你呢？我曾在父亲灵前发誓，谁替我林家报仇，我林红袖便以身相许，为奴为部，绝不反悔。好，严叔作证，他赖不得账。属下记下了。肉吃了，酒也喝了，接下来说正事。你们说天狼人集结5000铁骑，要踏平黑云寨。可我问你们，为了区区一座山寨，值得动5000精锐吗？咱抢过他们粮草，兴许是来报仇。狼捕猎是为吃肉，不会为泄愤去咬石头。 5000铁骑，人吃马养，每日消耗极大。黑云寨不过100多号人，他们图的不是你们，是云州。你的意思是，黑云寨只是他们南下的眼中钉？不错，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云州后方。黑云寨卡在断魂口，鬼仇涧卡在粮道，两处不清，他们大军南下便不安心。所以咱们不守寨，也不守鬼仇涧，咱们去捅他们老巢，烧王帐。烧草料驱牛羊，乱王帐，让苍狼部知道后院起火是什么滋味。我带人守黑云寨，若天狼人攻寨，我扬弃山寨，半路伏击回援队伍。正是。红袖、曹猛、赵虎、朱寿随我北上，严叔守寨，孟郊在鬼仇泾等我。我要把那边的人也一并安置妥当。我跟你去。自然少不了你，没有你这匹胭脂马，草原上少了几分颜色。大人，把人都叫起来，搬东西进后山洞。天狼大军随时会清扫封塞，咱们不能硬守。这位便是林大当家，见过姐姐。一路风雪，辛苦了，先进洞暖暖身子。你们两个去前面探，看其他风息有没有天狼人动静，远远看，不准恋战。是，我跟他一起。你若怕，就留下看女人。谁怕了？你父亲临死前交给你的那本经书，可还带着？我试过不少法子，但什么都没发现。越是看不出名堂，越说明藏得深。周郎，这本书是我父亲的。你父亲？小时候我顽皮，磨墨时见到父亲书上，父亲没责罚我，只说书能污，心不可污。我不会认错，封皮上的字也是我父亲亲笔。那当年托我威远镖局送暗镖的，极可能就是顾家。顾家被构陷，威远镖局被灭门，方才你说的暗镖全连上了。父亲查到的东西，也许就在这本经书里。若真如此，害我林家的人和害你顾家的人，就是同一伙。这事先压住，
现在天狼人近在眼前，就按回头查。经书你先收好，谁也别提。快，这得多少人？至少3万。苍狼部主力全南下了，白骨和王战必然空虚。1人双马，轻装急行，目标白骨河。去烧他娘的王帐！不止烧王帐，烧草料、抢金银、驱牛羊，断他们的后路。这一去，便是深入草原腹地。怕了？我是怕你拖我后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！前面如何？没了，鬼仇剑9座封碎，除了7号空着，余下8座全被拔了。我亲眼看见5号台一家老小全死了，天狼人没留活口。周郎猜对了，天狼人要把路清干净。大人已经北上，咱们守好这洞，等他回来。这是把整个草原都搬来了吧？草料场3处，王帐在中央，牛羊在西南。咱们分3路。曹猛，你带5人烧东边3座草料场，从最远处开始烧，顺风往南烧，点完就走，不许恋战。明白。孟郊，你带5人从西南冲牛羊群，杀头羊，驱群往南，越乱越好。是。你跟我直扑王帐，其余人随我。早等着了。记住，见火起就撤。半个时辰后，胡杨林会合，谁没来就不等了。出发！这。送你们一场大火！杀头羊，往南赶！大人，剩下的看你了。时机到了。进去。苍狼王不在，果然亲征云州了。大人，这里有东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能装多少装多少！这个更值钱。拿着，撤！带我走。天狼人想走就坐稳。烧了，3座全烧了。牛羊也散了。等一下，还有2个弟兄。不能等，走。大人，我断后。一起走，我能活，你们先走。孟郊没跟上，等半个钟头。他可能被擒了。现在说说你是谁？火隼部人，
被苍狼王掳回来。普通活损女人穿得起这种金线锦袍？你不说，我也不问，留着你，总有用。走，回黑云寨。一群山鼠跑得倒快。将军，那是王帐方向。回援，留100人在寨里，其余人都跟我走。放箭！是，藏好，别露头。冲！夺粮！二当家，这些粮够咱们吃大半年了。二当家，寨子被天狼人占了。二当家，咱们跑吧，寨里有上百天狼人，回去是送死。跑？往哪儿跑？山里冻死饿死，往南被官府砍头，往北被天狼人宰。寨子得夺回来，怎么夺？强攻就是找死。不用强攻，咱们以前挖了不少暗道，天良人还没发现。杜飞呢？二当家，您叫我。你从东坡暗道摸进去，把这药下到3口井里。我办成了，给你讨个婆娘。说话算数，再废话，我现在就剁了你！一口，两口，3口齐了。二当家，3口井，1口不落。你小子吃独食？小的替兄弟们试毒嘛。丑时动手，你再进去开寨门。怎么又是我？事成，婆娘。得嘞。杜飞，破水！好了，结实了。殿叔伤亡，别让弟兄们白死。二当家，婆娘的事，火锅今天再说。大当家回来了，周总旗回来了，快开寨门！大小姐，周总旗，
是我无能，折了一半的兄弟。要是我……不怪你，是我失算，没料到天狼人会留人守寨。你能把寨子夺回来，实属不易。总旗，我们生擒了天狼人的百夫长，还有他手下一名副将，都绑在牢房。带我去看看。王妃乃大王未过门的正妃，你们劫走王妃，便是与苍狼部不死不休。再说一遍，我不是阿勒坦的王妃，我是火隼王之女诺敏，是他派人从火隼部边境掳来的。火隼王女，那可是草原三大部之一啊！苍狼王扣着火隼王女，既能逼婚，也能压火隼部不敢背后捅刀。大人这次是从阿勒坦怀里抢了一个命门啊！你身份是真的？天狼部上层都认得我，你若不信，可以问他们。他们这副死了爹的模样，已经替你作证了。你救了我，我火隼部会记你人情。送我回去，我父王会给你牛羊、金银、战马。现在不行。为什么？苍狼主力还在云州外，我现在送你北上，就是把你再送回阿勒坦手里。你先留在黑云寨，等我腾出手，再谈你回火隼部的事。你也想拿我当筹码？你本来就是筹码，区别是阿勒坦拿你逼你父王，我拿你让阿勒坦不舒服。他的身份不得外传，吃穿用度按贵客给，但看牢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带他离寨。明白？我亲自安排人守他。马蹄金236块，银锭419枚，宝石玉器若干，战马折损7匹，带回19匹。粮草辎重补足后，山寨能撑半年。可这战折了53个弟兄，死的人名字记碑上，家中有亲眷，山寨养；没亲眷，逢年过节也给他们留一碗酒一块肉。这趟咱们烧了苍狼王帐，夺了王旗金印，但这东西不能只在山里摆着，我要去云州，拿它换官身、换兵、换粮。大人献此大功，云州都督府必不敢压。官府未必比天狼人干净，所以我带刀去。红袖，黑云寨交给你和严叔，曹猛养伤整兵，杜飞继续听严叔调遣，别只想着婆娘。大人，小的也没那么急。我先回鬼愁涧，再入云州。孟郊若还活着，我一定把他带回来。大人，俺等你回来。孟郊呢？他留下断后，很可能被天狼人擒走了。那疯子命硬，一定死不了。所以我去云州。苍狼王不退兵，孟郊就还在他手里。你带王旗金印去献捷，云州上下都会看见你。但功劳越大，眼红的人越多。我知道。那就更要小心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身后有鬼愁涧，有黑云寨，还有我们。等我回来，咱们就搬出这破山洞。我等你。赵虎、朱寿，随我入城。吴老三守洞，谁敢乱跑，打断腿。总旗放心。报！破阵营21队总旗周启求见。传。破阵营21队总旗参见苏总兵，秦指挥使。起来，你不在鬼愁涧，跑来云州作甚？末将带20骑袭白骨河苍狼王帐，烧起草料场3座，焚王帐驱散牛羊。这是苍狼部九流白道与狼头金印。20骑烧王帐，笑话吧？这是苍狼王旗，这金印是真或假不了。本帅20年前青沙口见过这面旗，确是苍狼王的九流白道。秦指挥使，你手下这把骑兵用得好啊！全靠总兵大人运筹帷幄，末将不过依计行事。王旗已夺，苍狼军心必乱，但城外仍有2万余精骑，不可轻忽。诸位，退敌之策。大帅，下官有一策。既然王旗金印在手，不妨一明一暗。继续说。明者将王旗悬于城头，动摇蛮军之心；暗者遣使入苍狼营，送还金印与厚礼，给阿勒坦一个体面撤兵的台阶。好不容易抢来的，送回去干嘛？金印是台阶，千金和美人是面子。阿勒坦后方草料被焚，不宜久战，他需要的
正是这个退兵借口。但出使之人须有胆谋。周总旗敢闯王帐，自然敢闯苍狼大营。老狐狸，这是要把我再送进虎穴。周启听令，升你为巡防营千户，即刻备礼出使苍狼大营。末相领命。先生，您这举荐可有些要命啊！哼，不让你去，怎升千户？我刚烧了人家王帐，抢了王旗金印，现在去送还金印，不是往狼嘴里钻。天狼人中勇者，你烧他王帐，他们会恨你，也会敬你。只要台阶给足，苍狼王不会轻易杀你。先生，还有件事我刚才没敢说。何事？我不止抢了王旗金印，还顺手劫了苍老王的王妃。你色胆包天啊！他自己跳我马上说要跟我走，我当时哪知道他是王妃？先生教我，这怎么圆？自求多福。苍狼王若真讲规矩，这东西用不上；若不讲，那就同归于尽。就靠着震天雷保命了。周千户，总兵大人传令，明日午后出营。知道了。王旗是王旗，拿我的弓来！该你了，末将去就回。别死在外头，你还欠老子一场庆功酒。回来请大人喝最烈的。明朝使者，大宁巡防营千户周启，奉苏总兵之命拜见苍狼王。跟我来。走。磨蹭什么？快走！明朝使者，大宁巡防营千户周启，奉苏澈总兵之命拜见大王。够了！天狼人自称敬英雄，今日却要让使臣跪着说话，倒让臣意外。你不怕死？怕，但跪着也是死，站着也是死，不如站着。说。来干什么？苏总兵愿与大王议和，金银、绸缎、美人皆是薄礼。哼，苏澈怕了，攻破云州，全城金银女人都是我的，这点东西不够。议和可以，把烧我王帐的人交出来，我要他的脑袋。大王，是他，王帐遇袭时我见过他，他就是领头的宁人。是你？是我，草料场是我烧的，王诏是我焚的，王旗金印也是我夺的。好大的胆子！拖下去，剥皮点天灯。阿勒坦，你只许自己杀人，不许别人放火。你的大军南下，烧了多少宁人村子，抢了多少女人，那些人的命就不是命吗？还有件事忘了告诉大王，你的王妃在我那里做客。你说什么？诺敏在我手里，他告诉我他是怎么被请到苍狼部的。若我回不去，我的人会去火隼部，请火隼王亲自接女儿。您猜他知道真相后是对准云州，还是对准白骨河呢？周启，你这张嘴比刀还利，说价码吧。
看看够不够换你的脑袋。大王真正想做的，不只是苍狼王，而是草原唯一的大汗。抢诺名不只为女人，火隼王和其子若出意外，您以女婿之名吞并火隼，名正言顺。聪明人活不长。这印我欣赏了几日，今日物归原主。大宁愿支持大王统一草原，只要大王马蹄不踏云州。火隼黑宗之间，大宁坐山观虎斗。苏澈想让我去拼个你死我活，他好坐收渔利。各取所需罢了。云州是硬骨头，您拼命啃，只得些金银女人，可草原各部才是真正肥肉。金印、女人、黄金，我收下。大王，此子断不能留，放虎归山，必成后患。可扣他为质，换糯米归来。有理。周启，你留帐中做客，等本王回草原，见到诺敏，自会放你。看来谈不拢了。大王可能没见过这东西，叫震天雷。火星落上去，这王帐里的人都要变碎肉。大王万金之躯，换我一条烂命，划算吗？好胆色，滚！立刻滚！还有帐外绑着的宁朝勇士，我也得带走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想带兄弟回家。让他带。撑住，我们回家。大王这一剑，周琦记下了。什么人？快，是周千虎！快！苍狼军退了，他们退了！跟我一起回来的军汉呢？医官看过了，都是皮外伤，只是脱力，比你醒得早。过来，给爷捶捶腿。力道不错，大腿也酸。以后跟着我做我的通房丫鬟如何？爷现在可是千户。才升官就这么猖狂？你叫什么？苏子。那以后就叫你阿紫。阿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爹，我来看看云州的大英雄醒了没有。爹，胡闹，成何体统？标下方才神志不清，以为有刺客袭营，本能擒拿，险些误伤大小姐，罪该万死。爹，女儿查验过，周千户伤在背上，脑子没坏，就是脸皮比城墙厚，死不了。苍狼大军已退，说说你在王帐里怎么谈的？末将谈及王旗金印、千金美人、草原内斗乱象，末将擅自许诺，若苍狼部日后攻火隼、黑宗，我大宁不背后偷袭，请大帅降罪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若不给阿勒坦实力，他绝不会退。云州百姓已在刀口上，末将只求先解眼下之围。大帅，
周千户临危不乱，虽越权，却有功，功过暂记。你如今已是千户，官职不能再升。说吧，要什么赏？末将只求2件事：孟郊随我入虎穴，愿大帅升他百户，编入巡防营；另黑云寨众人抗击天狼，随我火烧王寨，恳请大帅为他们除去匪名。不为自己讨赏，我已拿了该拿的，弟兄们不能白流血。准！孟郊升百户，回你麾下。黑云寨自今日起除去匪名，过往不究。你尚未好，暂留府中养伤。谢大帅。属下无能，连累大人重剑。你能活着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以后别叫总旗，我现在是巡防营千户。恭喜大人！哈哈哈，还给你讨了个百户，跟我去巡防营。孟郊万死不辞。先别忙着谢，替我揣上，咱去城里办件正事儿。这处城南宅子，原是方子虚、方御史旧宅，人失踪3年，只剩公子卖宅归京。学生方执中见过将军。这字谁写的？家父。仅从守正2字，我便知方御史是位好官。将军竟看得出？我粗人，随口说说。这宅子我要了。将军，屋中书画不便带走，若您不嫌弃，皆可留下。那便多谢了。孟郊，付钱。多的全当给方公子诚意。回京路远，保重。谢将军厚恩。大小姐，这么多人呢？你不是浑身是胆吗？周千户孤身入虎穴，季某敬你一杯。今日庆功，季某想与周千户切磋一二，以助酒兴。胡闹！他伤还没好呢。区区剑伤，不致影响英雄手段吧？小季将军看得起，周某奉陪。3柄刀，3排香，周千户请看。请。战场上可没有死榜。季某输了，待周千户伤好，改日再领教枪棒。好说。好，赏季破虏，西域良驹1匹，赏周启金丝软甲1领。大帅有令，明日一早带你的人滚回巡防营去，把3000号人练出来。3000？巡防营满打满算不到1000人。苏子小姐与你走得亲近，大帅可曾动怒？千户领兵至多1500，卫所指挥使最少领兵3000。大帅在城里等着看你怎么把这空扼填满。谢先生点拨。别误会，不是送你，这是我外祖旧刀，暂借你防身。好刀，苏小姐宝刀赠英雄，谢了。少臭美，别死在外面。等我在巡防营站稳，就回来。走了。谁要你回来？大当家在屋里。云州金铺打的，喜不喜欢？
天狼都退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苍狼王设的，路上几次以为自己撑不回来了，每次撑不住，我就想，黑云寨城墙上有个红衣姑娘等我，我得回来见她。黑云寨众人抗击天狼有功，自即日起，除去匪民，官府军民不得以匪寇相待。小姐，咱们不是匪了。从今日起，你们是正经清白人，日后愿跟我从军的走军户，愿留寨的守黑云寨。黑云寨不编入宁军，咱们的人还是咱们自己管。黑云寨厉兵秣马，继续招募好手，以后这就是咱的暗刃。周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放我回活损部？现在不行，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现在送你回去，只会把你重新送进虎口。我可派人带你的信物去活损部，劝你父王与我结盟。一是战马低价卖我，二是牛羊皮毛走我落马坡护市，我大宁的盐铁茶也由我卖给你们。好，信我写了，但你若骗我，做鬼也不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专杀欺负女人的老鬼。拿好。严叔，这趟活损部别人去我不放心，你带杜飞去。又是我，这次若办成，真跟你说婆娘。这可是您说的。我父王谨慎，未必会信你。见他后，将这句话带到。诺敏不愿做笼中鸟，她要做回活损的女儿。我记下了。从今日起，鬼仇界划归我巡防营管。赵虎，你暂代7号风岁伍长，带他们守好这里。我也当伍长了。这里地下藏着黑金，开春后我会派人教你们挖煤。此地以后改名黑石堡。黑石头能发财，敢偷1斤，我剁你一根手指。秋娘，风岁的钱粮账你来管。朱寿再敢碰你，告诉赵虎和吴老三。不敢，以后俺给他洗脚。哎呦！军爷，这可是小的一家老草的活路啊！这就是巡防营，像个贼窝。属下包旭参见新任千户大人。包老哥，上回我送你的10颗天狼首级，没给你惹麻烦吧？千户说笑了，都过去了。再来！风岁里爬上来的千户，懂巡防吗？兄弟们戍边辛苦，拿去喝酒。包旭在借他们给你下马威呢。无妨，先留着他，他会带我看清这趟烂泥。
包旭手里捏着旧事，自以为能拿捏你，不过他更怕你翻旧账。他怕就好，怕的人才会露马脚。大人，营外急事，有兵痞把交不起保护费的商贩倒吊在辕门上抽。传令，今晚巨匠堂设宴，总拐以上一个不落，都来喝酒。都坐。那位是镇抚少官秦铁一，来这边坐。属下坐这儿挺好。此人茅坑石头，不屑与我等同桌。我进营时看见兄弟们在外收故费，几个铜板也值得吊人抽，太没出息了。以后落马坡护市就是咱兄弟的聚宝盆。跟着我，吃香喝辣，比抢穷摊贩强10倍。我本以为你是铁血千户，没想到也是搜刮民脂与杜重同流合污的贪鄙之徒。这脏酒，秦某喝不下。既然喝不下，不勉强，请便。水至清则无鱼，留条黑鱼也无妨。继续喝，千户海量。千户，旧年的账都搬来了。包老哥，咱们要发财得先摸清家底儿，旧账有窟窿，我来帮你补，放心。多谢大人。孟郊，你守在外头，今晚谁靠近后院，先拿下再问。是。夫人灯下拨算盘，比什么美人抚琴都好看。周郎别闹，账有问题。2年亏空2万两，包旭没这胆子，是前任千户张进干的，并且这2个商号名有问题：飓风万、保太一。父亲当年查南疆盐铁走私案时，曾见过类似暗号。四海皆空，这4个名字像同一张网里的线头。看来巡防营的烂账连着更大的鱼。周郎，你看，皆以怪字收尾，四海皆空，怕是暗号。南疆盐铁走私，云州军械倒卖，顾家被害，或许是一张大网。若背后是同一伙人，父亲之死，顾家之祸，便都有了线索。先不急，明日先把眼前2家商号端了。你们在外抢几个铜板，憋屈吗？我觉得憋屈。朝廷给你们的粮草军械被贪官黑商卖了，他们吃着你们的粮，拿着你们的刀，转头卖给天良人来杀你们。多亏包百户深明大义，把账册交给我，我已查出2个喝冰血的黑商号：飓风万、保太一。包旭、杜游听令，随我去查封飓风万。孟郊、秦铁一带人去查保太一。大殿上拿回军械。周千户光临，有事远迎，不知采买什么？账册、银票、军械全部搬出来。千户大人，查抄商号需云州府公文，您这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吧？别忘了，你们可还欠着咱们钱呢。兄弟们，听见了？他们吃着咱们的粮，还说咱们欠他们钱。走！拿着，你找到的线索，你可得收好。
放下兵器，降者不杀。持械拒虎者，杀无赦。周启，你今日闯了大祸！周启，你纵兵劫商，不怕杀头吗？这巴掌打你勾结奸商，这巴掌打你吃兵血，这巴掌打你自投罗网。纯钢破甲粗，黑尾羽，镇北军志士剑。军中自己人，也许先把眼前事办完。大人，此处军储规模，绝非巡防营一营亏空，云州各营只怕都有人涉事。这张网大得很，但咱们先把能吃的肉吃了。按军律，缴获军储营上交总兵府。上交，半个月后这批铁又能落回杜重手里，不如留给巡防营，换成将士们的刀枪，这才算替大宁守边。可军律没有可是。孟郊在，秦百户累了，送他回营房休息。今晚庆功宴前，不许他出营门。大人不可，这是杀头大罪。12万两，够招兵买马了。今天这口肉是那些吸兵血的奸商吐出来的，死去的兄弟抚恤翻倍，受伤的军中供养，今日随我出战者，每人赏银。铁一，喝一碗。大人，属下仍觉此事不合军律。我知道，你这样的人正是我需要的。以后军法账册，你盯死我，别让我变成张静那种人。属下明白。粮食3000担，金铁10万斤，军械足以武装5000人，现银银票共12万两。有兵有粮有铁，腰杆就硬了。周郎，这些东西撑得起一支精锐，也足以招来杀身之祸。杀身之祸早就跟着我了。倒是夫人，今晚该庆贺。账还没看完，账明日再算。既有5000人的刀枪，夫人今也受累，替我升个小将军。包旭眼光倒不错。人流前营是祸端，送去后宅，交给我夫人。是。夫人，这是包旭营期减息，大人命属下送到后宅，交由夫人发落。有劳。小环，给杜百户茶水钱。不必。小姐，姑爷怎么又往后宅送美人？休得胡言，周郎不是那等管不住下半身的人。你叫什么？奴家简溪。因何获罪入营？偷盗。夫人，我若真想偷，便不会露本事，求夫人收留。你便留在我身边，帮我做些细活。你的本事日后会有大用。苏大帅没不高兴吧？曾先生，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我奉大帅之命来查明实情。你当街抓了同知，又查抄商号，云州知府闹到都督府去了。那帮狗官勾结黑商，死了活该。大帅让我告诉你，到此为止。大帅知道幕后是谁？知道太多不是好事。你现在该做的是把巡防营练强，而不是去捅你现在捅不动的窟窿。总兵大人命我巡防营扩军3000，半个月内每哨必须招满300青壮。大人，属下既管镇抚哨，又存管左哨，按哨分配，现下要招600，不公允。能者多劳，铁一你英武过人，责任自然大。属下领命。巡防营募兵，请召集自愿投军的青壮。大人，县衙早抽过兵数，
村里真没青壮了。哎，真只有这些了，大人明鉴。带回去，把带把的都叫出来，少一个砍你！青壮呢？大人真没人了，村里青壮都进山躲了呀！你还有你，都带走。82、71、33，就这点人，召来的不是老头就是傻子。你们打算让他们去给天狼人送军功？要不加军饷？愚蠢！新兵加饷，那老兵呢？哪来这么多银子？我们查抄物资里可有红布？有，好几车，扯3丈来。弟兄们，你们是镇守边关的英雄，你们拿命换云州安宁，不能让乡里觉得当兵丢人。今日发引，给你们15天衣锦还乡，探望父母，也替我招募敢战好汉。带回5人升伍长，10人升许长，50人升总旗，100人百户官身我替你保。大人，真的给官？我周启说话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衣锦还乡，你长想更能勾人心。左少学长陆谦携乡党121人归营复命。好，从今日起，你暂代左少少官，明日我为你请百户告身。谢大人。新旧兵合计4162人。即日起，新兵打散编入各哨，老兵带新兵，全营大练兵。孟郊、秦铁一操练阵法武艺。遵命。兵多最易乱，谁营里出临阵退缩、聚众闹事？我不杀兵，先砍百户。兵是招来了，但营房粮饷操练耗费太大，每月至少1万两，现有钱粮最多支撑半年。都督府会给钱，但不能全指望他们，得想办法自己生钱。护士这半月税收132两，太少。护士虽热闹，可都是小摊贩，真正的大商队只路国，不落地交易。看来得找个会做大买卖的人。你已经在想人选了？还没遇着，若遇上，绝不能放跑。换3只蹄铁，多少？180文，我这儿150文。你故意压价，放屁！都是蹄铁，就统统60文一只。谈好的价被你搅没了，我不换了。哼！拿秋八馆商事，你们千户脑子里装的是草料吗？周琦说：“这便是你的护士，迟早成笑话。”你既然有话，先把这蹄铁局解了。这有何难？前后蹄受力不同，2家各换2只，旧铁回炉重熔，商队省钱省时，你们也都有得赚。走，跟我回营。哼，我不过沽名钓誉，不配。嫁回去。周琦，你有辱斯文，我桑利宁死不从。桑家入子，沿用商贾世家，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被家族边缘化。今日故意骂我，不就是想找个舞台？这里没外人，护士怎么做大？说。你这护士犯了4忌：军阀管商，捡芝麻丢西瓜，秋八断案吓走了商贾，又没有仓库票号钱庄。怎么破？全境免税，砸坝挖池，让天下商贾涌进来，客栈
仓库、牙行、票号才是你真正的财源，再由军队提供绝对安全。商人自会拿命来赌利。你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落马坡护市全交给你。主公不弃，离必替主公筑不夜城，敛天下财。我这义妹手笨得很，三公子莫怪。从今日起，落马坡护市全境免税。但凡入市交易，受巡防营刀兵庇护，谁抢谁死，谁赖账，官衙处置。各挑100个机灵兵，换百姓衣裳，去云州城买铁，按市价买，压价省下的铜钱归你们自己。怎么办？上等手铁30文一斤，便宜点，我全要。客官，你确定这些都要了？你只管拿，可以把街坊邻居都喊上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我出35文，我出40文，出给我！还有更高的吗？吴公子不守皮货党，跑这儿做甚？没规矩，滚出去！半月内，云州的铁价会翻3倍。如今战事已平，铁价稳如泰山，休要胡言乱语。我看不见，苍狼部急需买铁，此前走私黑商被巡防营抄了，他们只能自己扫货。若想在家族大考拔头筹，二叔最好现在就从晏雍调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云启阁平价售铁比云州城低2成，限量出售，先到先得。城内的铁价又涨了，可不是吗？老天闭眼，不忍看世间苦，此碗非饭碗，是消灾转运的入会凭证。多谢老爷心肠仁厚。哼哼，泥垢里的四海商会有意思。明日继续放风，铁价还要涨。再告诉周千户，这云州城除了掉钱眼里的商贾，还有个吃人心的妖蛮。小的这就去办。一口土锅要900文，你抢钱啊！整个云州都没铁料了，你爱买不买？二爷，市面上真没铁了，各家商号都在囤货。传信晏雍，把库里所有生铁都调来云州。我黑云寨要买铁打造兵刃，防备天狼人打草谷，1万斤，现货呢？奉周千户军令修鬼筹剑，急需1万斤精铁。明日云启阁开仓放铁，卖完即止。回云州，快，立刻回云州！云启阁明日开仓，若不买，铁会被宁军黑云寨抢光。可咱们银钱不够，变卖云州安县的产业，房契、铺子、地契全当了，凑不够，我先砍了他们。开仓！
鱼入网了。苍狼人砸锅卖铁，买了3万斤精铁和大批货物，今夜必出关。铁一，老袁沟，末将明白。那领头之人身份不低，最好留一条活路，让他回去继续筹建。先抢了货再说。孟郊，若来得及，传令留他命。是。过了这条沟，便直奔北边，都精神点。放！阴狗果然有福。三王子，我来讨鬼仇剑旧账利息了。这次看谁救你！大人有令，留他命。他日后会杀更多人，所以日后你亲手杀他，但今日不行。周启，这笔债本王子记下了。下回不留了。这才叫飞扬！亚会营所有死伤兄弟登记造册。现银8万两，货物折价2万，精铁3万斤。一夜之间，咱们把苍狼部云州岸线榨干了。铁呢？其中3万斤正好拿去堵各为首的嘴，剩下咱们原本库存5万斤，仍在自己手里。准备入城。大人，咱们真把3万斤铁送都督府？不送。白虎堂里那帮老将能把我撕碎，送3万，他们便闭嘴，留的5万干咱们自己的事。大人这是拿3万斤铁换5万斤铁的安稳，秦百户进步很快。三公子把咱们当猴耍。诸位没亏，只是没赚到10倍黑心钱。护士免税，军队护商，诸位走货量已胜往年。黑石堡石炭，火旺无烟。我愿带诸位卖炭卖铁，再立票号。大宗买卖不见现银，只认票子，汇水按股分红。火隼王回信了，黑宗部也在接触中。阿勒坦要吞火隼，这局成了。这姑娘是撒丫，白头部孤女救了咱们一命，我打算讨她做婆娘。杜飞这小子长得寒碜点儿，人还算义气。撒丫，你若愿意，便留在黑云寨。终于等到了。凡撕掉兵马越境者，以谋逆论处，狗屁旨意。阿勒坦买通了朝堂，这是想绑住咱们的刀，那还战不战？战！火隼黑宗与咱们3方合围，能打断苍狼脊梁。可朝廷让咱们看着战机溜走。大人，下令吧！这一趟赢了是边关奇功，输了是抗旨谋逆。谁怕？现在走！我守规矩半生，换来贪官逍遥。今日我不守这狗屁规矩了。铁一誓死追随，誓死追随千户大人。青铁一领部族前军，张晋、陆谦护中军辎重，孟郊、杜游领轻骑，黑云寨摆旗随我听用。大人，那我呢？你去鬼仇剑，在崖顶悬千斤巨石，若我军败退，你便斩绳封路，断天狼追兵。这活系着4000弟兄的命，不容有失。人在，石头在。等我立功回来，咱们拜堂成亲。好，你上阵多加小心。大人器重我，不让我冲阵，让我守鬼仇剑退路，在崖顶悬巨石。若大军撤回，我斩绳封道。
今日不出兵，来日天狼马蹄就踏进你们家门。打赢，连关10年太平；打输，咱们是乱臣贼子。男儿生于乱世，死也要死在冲锋路上。随我出关，杀他个天翻地覆！杀他！周启出兵了，火隼也已离朝。蒙和那老隼终于肯把脖子伸出来了。黑宗王陆丹早已归顺，火隼盼来的援军反而会从背后砍他。至于周启，段云灵已不服兵，我会亲手把周启赶进鬼仇剑。不必急着杀他，让他以为自己还有退路，再亲眼看退路断绝。今日之后，草原只有一个王。哈哈哈！蒙和，你自投罗网。黑宗不与宁军皆在路上，今日死的是你。黑宗王，你这个叛徒！带阿发走，鹰隼骑护驾！周启，大巫师向你问好。不好，中计了！地下尽是干百草，古风往坡上走，可烧黄破围。好，刮蛤蜊弹，放箭！哈哈，农耕文明的手段，让这群蛮子开开眼。撤退！追！别让他进鬼仇剑！周启，你的脑袋我要定了！先问问爷爷的刀，引他们进去。鬼仇剑才是咱们的刀口。千户大人若真败退了，这几块石头就是4000兄弟的命。你们守了一夜，丁饿坏了，我做了炒米，还带了些酒。就一口，解解渴。三娘，酒里有东西。你是苍狼细作，别碰绳子，大军要回来了。住手！后路断了！爬崖，快爬崖！后路断了，退是背后中箭死，进是拿命换命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刀盾在前，长枪架盾，弓弩压后。今日若死，我死在你前头。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周启，长生天都救不了你。周启，出来！安狗，辛苦爷爷这关。少我一个！秦天音，不孝！再动，挑碎你脊骨！苍狼先锋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我周启的军功。你说过要跟我喝血酒，也是信。对不起，你骗了我，可我没骗你。
一个都别放跑！大人，斩敌2000余，俘虏137，角马800匹。这铁疙瘩归我看着，他敢动，我咬死他！阿木尔，你是活损信我，不可再信那个宁人。去黑云寨休养，那里安全。活损折翅，也不钻宁人的狗洞。这笔账，他们会记在你头上。记着便记着，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恨。大人，我害死兄弟，斩我吧！死能换回兄弟吗？留他命，让他把血债还回来。杜飞虽非在册军卒，但误信细作，罪无可救，可罚其戴罪立功，往后探死路、冲险阵，皆由他先行。你的命，从今往后不归你，归死去的兄弟。杜飞记下，今日活下来的，都是我周启的过命兄弟，血债必100倍讨还。周启，你敢押我回云州，苍狼铁骑迟早踏平你的城。那就让云州百姓先看看苍狼先锋跪在地上的样子。此人悍勇，若路上暴起，恐伤弟兄。给他穿肩锁骨，再上3道牛筋绳，活的比死的值钱。别急，你这颗头会有用的时候。那真是天狼人头！你看囚车里那个，听说是苍狼大将。瞪什么？再瞪，把你眼珠子抠下来泡酒。这回云州该知道，巡防营不是死人堆里的杂牌了。不止让他们知道，还要让那些只会缩在城里卖嘴皮子的官老爷看看，边军的刀是用来杀人的。周启，朝廷已有息兵之令，你竟私起边境，屠戮邻邦士卒。天狼骑兵犯我边境，末将奉命巡防击杀来犯之敌，边军守土，何罪之有？此人是谁？苍狼先锋铁岩，既是苍狼将领，便更不能私押，交给本官审问。曹大人，您管披甲持刀的蛮子叫使卒？曹大人要是可以入都督府，当着苏大帅与诸将的面审，眼下谁也带不走。周千户，咱们来日方长，云州的封印，曹大人小心闪了舌头。周启抗旨出兵，擅杀邻邦将士，还敢押苍狼将领入城示众，此风若长，朝廷法度何在？曹大人，那是3000披甲骑兵，不是使团。难不成等他们砍进云州城，才准边军还手？两邦修好乃朝廷大局，尔等武夫懂什么？铁岩暂押都督府大牢，待军法司查验后再议。不可，此人乃苍狼部重要将领，本官奉旨巡边，有权提审，以免你等屈打成招，坏了邦交。曹大人想提审，可以。军法司、都督府、镇抚营3方在场。周千户，你是在教本官办差？开门，本官亲审战俘。谁准你松他的绑？这狗贼害死多少兄弟？一个招安马匪也敢冲撞钦差？跑马！没冲撞朝廷命官，断臂也是咎由自取。曹别鹤必死！我现在就去宰了那狗官！钦差死在云州，朝廷震怒，大帅也保不住我们。要杀，但不能死在主公手里，最好死在天狼人手里。曹别鹤有一把先皇御赐的鎏金雁翎刀，视作护身符，睡觉都锁在鸡过箱中。你开得了？若能近身，天下没有奴婢打不开的锁。铁岩那狗贼也得入局。那便让曹别鹤的护身符变成催命符。刀，本官的刀。大人放心，锁在鸡括箱里，钥匙就在枕下。
不得走！抓贼！曹猛兄弟那条胳膊，今晚跟你算！南朝老鼠，我要活剐了你！小骚蹄子，把刀还来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啊！天狼蛮子杀了钦差大人！少将军，钦差遇刺，救援大乱！封城，报都督府！站住！天狼犯城，快报大帅！苍狼狗，等你多时了。南朝的鼠辈只敢暗算！呀！绑了。周启，有种杀了我！杀你，你还不配死在这荒郊野外。禀大帅，曹大人身中17刀，致命伤在心口。铁岩那畜生杀我边军兄弟，又刺钦差，罪该万死！季指挥使，钦差是在你的骁骑卫护送下被杀的。秦山，你什么意思？传令各门严加盘查，封锁消息，在朝廷来人之前，不得泄露钦差死讯。大帅，那周启他押着铁岩回城，也得先过我这一关。活口，活口，燕翎刀也在。让我割他一刀，给曹猛讨点利息。不急，他现在是烫手山芋，得让该接的人来接。周启，铁岩在何处？季指挥使，人赃并获，钦差遇刺，铁岩逃出城，被我巡防营截住了，押入都督府大牢，严加看守。季大人放心，我这弟兄们手脚最牢。大巫师会替我报仇！周启，你等着！大巫师若真有这本事，就不会让你来送死了。钦差遇刺，铁岩虽是真凶，但曹别鹤偏袒敌将，私放战俘，传出去也是朝廷的耻辱。大帅，那曹别鹤之曹钦差力主议和，不幸被天狼细作所害，铁岩逃窜途中被巡防营截获。此案到此为止。你押铁岩回城有功，但你私自出兵的事，本帅还没跟你算。末将愿领责罚，罚你1年俸银，巡防营暂由秦铁阴代管，你滚去军器局。末将领命。你真的没事？我听说铁岩差点杀出城。我能有什么事？倒是你，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吹风。还不是担心某个不知死活的兵痞。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我这种祸害，阎王不敢收。少贫嘴！我爹罚你去军器局，你去不去？去，正好有些东西得关起门来慢慢造。造什么？造能保命的家伙，也造能要命的。你自己小心。周启，
别死在外头。放心，还没喝上你的交杯酒，我舍不得死。薛爷爷，我爹让我送酒来。这位是薛展，我外公麾下第一线镇猛将，昔年一斩大戟杀得天狼人胆寒，后来为军令害死同堂，自斩半截头发，守在这废窟里赎罪，人称薛半截。薛爷爷，外头那人拿着一把好戟，却使得像庄稼焊灰锄头，您不瞧瞧？力气不小，脑子没有，戟在你手里真委屈。请前辈指点。先把蛮力卸了，用戟尖在水里画圈，搅成漩涡，却不见半滴水。做不到，别喊我师傅。水无常形，你越跟他斗，他越烦你，用腰带手顺势而行。成了。每日搅水，什么时候把这满缸浊水搅到清澈见底，再学招。多谢师傅。谁是你师傅？酒留下，人滚！这回倒是稳了，但稳还不够。戟是杀人的，不是绣花的。师傅，那要怎样才能杀人？你杀过人了，还用问我？你杀人的时候想的是什么？活下来。那你用戟的时候想的也是活下来？错，你要想的是让对方死。你想着活，手就软，手一软，戟就钝。看清楚了，不是你握着戟，是戟带着你。师傅，再教我。不教了，自己悟透了再来找我。又被骂了？习惯了。擦擦，我爹让我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送点东西。这是军器局历年兵器损耗记录，还有各营反馈的兵刃缺陷。我爹说，你既然回了军器局，就别闲着，把该修的都修了，该改的都改了。替我跟大帅说，周琦领命。莫师傅，看看这个。大人，这图上画的是连弩，但不是普通的连弩。对，我要的是能藏在袖中，单手操作，一次装填多发，射程至少30步的手弩。大人，这击破太复杂，簧片、滑道、旋刀，稍有差池便卡死，所以才找你。墨家铸剑一脉，连安澜剑都能打出来，这点击破应该难不到你。俺看不懂，但莫兄弟说难，那肯定难。大人，这要是能造出来，巡防营的弟兄们就等于多了条命。不只是巡防营，大演武在即，各营都在换装。若咱们能拿出新东西，军器局就不是修破烂的地方了。给属下1个月，1个月后给大人看样货。好，要人给人，要料给料。军器局护局总旗魏林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归我管。又来一个镀金的，上一个总旗待了3月就跑路了。我不是来镀金的，我是来把你们练成能上阵的兵的。就咱们这群老弱病残，总旗大人，您别斗了。你叫什么？岳大鹏，原先游龙卫的，打碎辎重关2颗文牙发配到这儿。有力气？有的是。那就好，有力气的人死得最快，也最有价值。我知道你们怎么想。军器局是养老的地方，不用拼命，不用上阵，混到死领口棺材本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大演武就在下个月，到时候各卫所的精锐都会拉出来。你们想一辈子被人叫看门狗吗？不想就跟我练，练不死就给我往死里练。第1天就这德行，连我定的1半量都没跑完。总签，
您定的那是人跑的，10里负重，还要翻墙、过沟、爬绳。战场上，天狼人会给你挑路吗？明天继续，跑不完不许吃饭。早知道不来了，还不如回去看大门。看大门？你以为军器局的门是谁都能看的？你连门都看不住，还指望能守住城墙？这人有点东西，东西是有，就怕咱这把老骨头撑不住。撑不住也得撑。他说的对，咱不能一辈子被人叫看门狗。还没睡。周郎，你看，这纹路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是用极淡的墨汁描上去的。我试了试，遇水不化，遇火不焦，定是用了特殊的墨。方御史在云州多年，若真藏着证据，绝不会只放在明面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暗纹或许是指向真正藏证据的地方。夫人，奴婢斗胆说一句，若东西真在云州，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。你是说知府衙门？只是听杜妃说过，薛远瞻在云州经营多年，府衙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地。薛远瞻与四海商会关系匪浅，若方御史的证据真指向他们，藏在知府衙门反倒是灯下黑。可薛远瞻如今被镇御司押走了，府衙正是最乱的时候。你的意思是，趁乱摸进去？我去安排。莫师傅，连弩进度如何？大人，击破的核心件做出来了，但簧片太脆，压几下就断。莫师傅，这钢火太硬了，要韧性，得在淬火时掺些油脂，冷却慢些，钢就不那么脆。姑娘懂铸造？奴婢不懂铸造，但奴婢的师祖曾说过，最好的弹簧不是最硬的，而是最韧的。今夜知府衙门，你有把握？奴婢的师傅传过一套开锁的功夫，天底下还没有奴婢打不开的锁。只是府衙虽乱，仍有巡丁，需有人引开注意。这个我来，引开人的活儿我最拿手。不可逞强，拿到东西立刻撤，不可恋战。谁？这屋怎么有光？奇怪，明明听到动静。这是四海商会在云州、兖雍，甚至京城官员中的会众名录，还有他们暗中控制的商号、钱庄。若这东西是真的，四海商会的根比我们想的深得多。大人，要不要报给苏大帅？不能报。这东西一旦见光，会掀起朝堂巨浪。苏大帅也未必能压住。那怎么办？先收好，等合适的时机，用它换该换的东西。今夜的事，只有我们4人知道，谁若泄露，别怪我翻脸。
于大鹏，你死了，盾都歪了，怎么防的？祖奇，3个人打我1人，这盾能不歪吗？战场上，敌人不会跟你讲公平。索尔生，你射偏了。我再试试。怕了？不怕。不怕就站直，腿抖成这样，箭都射不准。大演武还有20天，你们是要继续当看门狗，还是想站着走出去？站着出去！那就给我往死里练！大人，成了。装上去试试。30步能穿透2层牛皮，够了。大人，这玩意儿要是能多造几把，咱们巡防营的弟兄可就厉害了。不急，先打10把样弩，大演武上用，让那些卫所的老爷们看看，军器局不是只会修破烂。还在看？周郎，我总觉得这经书里的秘密不只是名录。方御史不会只把证据放在知府衙门。你是说还有别的东西？这经书是他托林家镖局送给我父亲的，若只是名录，大可以写在信里，何必用一本经书？你是说，经书本身才是真正的证据？我翻了许多遍，没有夹层，没有暗字，但方御史不会做无用之事。你看这里。这是云州城的地形，这里标着城隍庙。方御史把真正的东西藏在了城隍庙。大人，没人。若藏东西，最可能是在神像底座或供桌下。这里。是方御史写给你父亲的。撤。父亲果然是被他们害的。他查到了这些，他们便诬陷他通敌。这笔账我会替岳父讨回来。还有林家镖局，方御史托他们送这封信进京，结果半路被劫杀。有了这些，四海商会在云州的根，我们可以慢慢拔。但周郎，这些东西一旦泄露，他们必定狗急跳墙。所以不能急，得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一击致命。主公，落马坡护市的票号已经建起来了。云起钱庄目前有12家商号入股，首批银两已到位。铁料呢？云起阁的库存还能撑多久？撑不了太久。右路军韩越封了大孤山铁矿，市面上铁料紧不？韩越这是在掐咱们脖子。主公，我有个想法。博良国赤峰里有铁矿，若能从那儿买铁，不仅价格低，还不用看韩越脸色。博良与我们多年不通商，他们肯卖？这就要看夫人的了。博良国主慕容昭与夫人有旧，若夫人能出面，夫人有孕在身，不宜远行。主公，此事关乎军器局未来，若断了铁料，别说大演武的新兵刃，就是咱们自己的巡防营也换不上好刀。我问问夫人。我去。你有身孕，舟车劳顿。周郎，博良国主是我的义兄，我去比任何人去都有把握。再说，只是110里路，我坐马车慢些走便是。
我让孟郊带100精骑护送，林红秀也跟你去，他刀快，能护你周全。好。杨来福，你的左翼空了，张大伦钻进去。杨拉福，你死了。配合还是太生，记住，你们是一个整体，不是24个散兵游勇。战场上，一个人死，会连累一片。邹琦，咱们这群老弱病残，真能跟那些精锐打？精锐也是人，你们缺的不是力气，是信心。大演武上，我会让你们看到，你们不比任何人差。莫师傅，这批连弩真要拿去大演武？大人说了，要让各位手看看军器局的手艺。那帮人眼高于顶，会稀罕咱们的东西。等他们见识过连弩的威力，就不这么想了。莫师傅，老头子我服了，这玩意儿真是杀气。周郎，我走后你自己多加小心。放心，云州城里没人敢动我。倒是你，到了伯良，别急着赶路，多歇歇。姐姐有我护着，出不了事。大人放心，属下就是死，也保夫人平安。出发。蓝妹，不必多礼，你受苦了。王兄，多年不见，您风采依旧。这些都是周琦的部下。是，这位是林红秀，黑云寨大当家，也是周郎的知己。这位是孟郊，周郎麾下百户。好，都是好汉。进城吧，我已备好酒宴。蓝妹此来，不只是探望余兄吧？王兄明鉴，宜兰此来，一是探望兄长，二是想求王兄开赤峰岭铁矿，允我夫君从伯良购铁。大王，赤峰岭铁矿乃我伯良命脉，岂可轻易授予外人？蓝妹，周琦要铁做什么？王兄，云州军器局如今由周郎掌控，大演武在即，各营急需新兵刃。可右路军韩越封了大孤山，断了铁料来源。若周郎无法按时交付兵器，不仅军器局会被问责，云州边军的战力也会大打折扣。韩越那厮确实可恶，他纵兵劫掠我伯良边境，本王早就想找他算账。王兄若允诺授铁，周郎愿以低于市价2成的价格向伯良提供盐、茶、布匹等物，且日后伯良商队走落马坡户时，一律免税。蓝妹，你口口声声周郎，看来这位周千户待你极好。他救过我的命，若无他，宜兰早已死在破军营了。好，看在你和故宫的面子上，本王准了。赤峰岭铁矿每年向云州军器局供应生铁10万斤，价格按市价9成算。多谢王兄。蓝妹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周琦对你好吗？好，他将我从破阵林救出，给我饭吃，给我衣穿，还替我查顾家旧案。王兄，他是真心待我。可他身边还有别的女人，那个林红秀，还有苏澈的女儿。王兄，这乱世之中能活着已是万幸。宜兰不求独占，只求他能平安。你性子还是这么韧，也罢，只要你过得好，余兄便放心了。这是伯良国金牌，日后你若在云州受了委屈，持此牌来伯良，余兄为你做主。多谢王兄。蓝妹，一路保重。若周琦敢欺负你，派人送信来，本王亲自带兵去云州问罪。王兄放心，他不会。
孟白虎，你家夫人的安危就拜托你了。大王放心。弟兄们，精神点儿！李寻，护住夫人！我说车里那个女人！做梦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周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收到消息，有人要在苍岭劫杀你。四海山火，大人，这些人是冲着夫人来的。他们知道夫人去博梁借铁，想劫杀她，断了军器局的铁料。这些杂碎跟薛远昭是一伙的。周郎，他们竟然敢在路上动手，说明四海商会在云州的势力还没被彻底铲除。我知道，所以他们必须死得更干净。孟郊，你带人护着夫人先回城。北一，你跟我去追。是。嘘。任务失败，回去怎么交代？那周启来的太快，我们的人不够。那不用回去了。大人，是城防营的令牌。城防营，四海商会的手伸得够长。喝点热的，压压惊。周郎，四海商会的人知道我去博梁借铁，说明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。不只是盯着我们，他们在云州经营多年，官府、军中、商界都有他们的人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被动挨打。等镇御司把薛远庄的案子查清，等四海商会在云州的暗桩自己浮出水面。可大言武在即，军器局需要铁料，若四海商会再从中作梗，铁料的事我来解决，你安心养胎，别的事不要操心。主公，博梁的生铁要运过来，至少还要半个月。可各卫所的订单已经压上来了，现有的铁料撑不了几天。军器局库房里还有多少废铁？不少，但废铁杂质多，熔炼后只能打农具，打不了兵刃。那就先打农具，卖给落马坡护市的商贩换银子，再用银子去市面上买好铁。主公，这是要拆东墙补西墙？不是拆东墙补西墙，是把死物变成活钱。军器局不能只靠朝廷拨料，得自己想办法造血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停！配合还是慢。张大伦，你绕侧翼的时候，岳大鹏应该往右压，给他创造空间。你们打的不是个人战，是团体战。总旗，咱再练，练到天黑，练到你们的身体记住每一个动作。
莫师傅，这批连弩大人打算怎么用？大言武上让护局老卒们用，让各位所看看，军器局不只是收破烂的，到时候那些精锐的脸色肯定精彩。可以了，明日装箱，准备送演武场。等什么呢？等铁，等军器局能撑过这个坎儿。我爹说了，若是缺铁，可以从都督府库里先调一些给你。不用，都督府的铁是给各营备着的，我拿了，别人就会守。我不想欠人情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？对你，我从来不客气。少贫嘴！大言武上，你要是输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输？我的字典里没这个词。苏总兵，你这左路军真是藏龙卧虎，连军器局的老弱病残都拉来了，是来给各位送彩头的？韩总兵，人不可貌相，这批老卒可是在鬼仇剑跟天狼人拼过命的。哼！虎啸营，那是右路军的精锐，怕什么？精锐也是人。第一场打的就是精锐，赢了一鸣惊人，输了回去继续看大门。你们选哪个？赢，那就准备。军器局，你们是来修兵器的，还是来打仗的？列阵。风石阵撵过去！云州军器局上！那是什么兵器？回王爷，是云州军器局新造的连发手弩，拿上来。好精巧的机库，这剑匣在下方，不挡视线，压杆上弦，连发不顺。造这弩的人是天才。苏总兵，这弩是谁造的？回王爷，是云州军器局总办周启督造，匠人莫云亲手打制。周启，就是那个火烧苍狼王帐的千户。正是，让他来见本王。周启，你这连弩能批量造吗？回王爷，能，只是铁料紧缺。若王爷能拨些生铁料的事，本王让营造司给你调。大演武后，你呈个折子上来。谢王爷。周千户，你这连弩的图纸能不能给我一份？世子喜欢，末将明日便让人送来。好，本世子教你这个朋友。你今天可是出尽了风头，我爹说王爷很赏识你。赏识不赏识无所谓，能多拨点铁料才是实在的。你就知道铁。我问你，大演武结束，你回云州有什么打算？练兵造兵器，等着天狼人再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把该杀的人杀了，把该查的案子查清楚。你是说四海商会？不止，还有顾家旧案、林家灭门案。你自己小心，四海商会没那么简单。
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一个人去闯。卫领，你们那连弩的底细我已经摸通了，短箭只能射要害，我们用塔盾护住头胸，你们就是废物。云州军器局上！左路军骁骑为前户击破弩，周琦可敢与我一战？小季将军急着讨打，周某奉陪。燎原枪法，星火！破阵破敌！好击法，这周琦是有真功夫的。我输了。右路军横野卫铁壁营千户关山，特来领教周千户高招。请。点起火把，挑灯夜战。痛快！周千户，关山服了。赏左路军周琦勇冠3军，赏白银500两，冰铁明光铠一副。周千户，今晚的比试，本世子看得过瘾。世子过奖。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父王说了，北境将来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好干。大人，属下已查清，曹别鹤之死表面是天狼将领铁岩所为，但铁岩能逃出刑地，是有人暗中相助。谁？云州知府薛远瞻的远房外甥郝大德。此人已在押，但他一口咬定是自作主张，与薛远瞻无关。哼，无关？一个知府的外甥敢私放钦差要犯？大人，云州的水很深，薛远瞻背后恐怕还有人。那就从薛远瞻身上挖。明日随本官去会会这位云州知府。是吗？我输得心服口服，可心里堵得慌。输了就输了，下次赢回来便是。那周琦确实有本事，我输给他也不冤。你也被他打败过，怎么不恨他？沙场上胜败是常事，恨他不如练好自己。他是个真汉子，值得敬。你说的对，恨他没用，练好自己才是真的。阿勒坦已在王庭称汗，天狼草原一统，接下来他必南下扣关。大帅，咱们左路军只有5万能战之兵，右路军又被锦国拖住，若天狼全力来攻，所以要把拳头攥紧。周琦那小子在军器局折腾得不错，大演武上
他那脸弩让各卫所都眼红。大帅的意思是让周启重掌巡防营？不止，我要他把巡防营练成左路军的尖刀。天狼个人若敢来，就让他啃最硬的骨头。薛大人，郝大德已招认，是你指使他私放铁盐。沈振玉，无凭无据，不要血口喷人。郝大德是我远房外甥不假，但他做的事，本官一概不知。薛大人，这是从你书房暗格里搜出的，是你与天狼人暗通款曲的证据。栽赃，沈振玉，你来云州查案，却先查本官，是何用意？薛大人，本官奉旨办案，查的是曹别鹤之死。你私通敌国，囚禁朝廷命官，是顺带查出来。拿下！沈都，你敢！本官是朝廷四品命官。拿下！夫人，薛大人已被押走，你若有冤情，现在可以说。这叫散魂香，越是藏着心事，闻着便越难受。我说，后院假山下关着一个人。谁？方子勋，他被关了好多年。这是方子勋。夫人指认，就是他。方御史，你还能说话吗？鬼来索命了。带回别院，请医官诊治，无论能不能开口，人先保住。刘毅，你在云州传教多年，会众无数，你的上线是谁？沈振玉，四海商会没有上线，渡者无处不在，渡者无影无形。你那些会众捐的钱流向了哪里？用于施粥、施药、济困扶危。四海商会的账目清清白白。清白？这账册里每年都有大笔银两流向京城，你敢说那是什么用途？那是供奉渡者的香火钱，渡者在上界也需要供奉。嘴硬的人，本官见得多了。带下去。阿勒泰已在王庭称汗，天狼草原16部尽数归附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云州。大帅，末将请命，重掌巡防营。本帅正有此意，巡防营交换给你，再从大营拨你3000精卒，前出至鬼筹涧、段云岭一线布防。末将领命。还有，军器局你也暂时代管。大战在即，军械粮草是命脉，不能出岔子。大帅放心，末将心里有数。周启，你从一个小卒走到今天，本帅看着你长大。记住，你是大宁的将领，不是草寇。末将明白。从今日起，巡防营扩编至5000人。秦铁一，你负责部族操练；孟郊，你带骑兵；威灵，你协助我调度全军。末将领命。我呢？你带着黑云寨的兄弟做巡防营的暗刃。大人，天狼人若南下，必经鬼筹涧、段云岭、狼河关3处隘口。我们兵力有限，必须选一处重兵防守。你选哪儿？段云岭，它地势最险，易守难攻，且离云州最近，便于援军接应。好，就依你。全军3日内开拔，前出段云岭布防。好一条张牙舞爪的乾隆！周千户，你这是要去救韩越？你是何人？在下陈醉，特在此处等候未来的天下共主。四海商会的人，那群黑商脑贼也配与我相提并论？大人，你身边有猛将，有谋士，有财神，唯独缺一个敢出毒计的乱臣贼子。大人，韩越的死活与你何干？你救了他，他转头就会咬你。
不如让天狼人先拔掉苍崖堡这颗钉子，你再以收复失地之名拿下这座要塞。有了苍崖堡，你进可攻，退可守，进可挟韩越，退可与苏澈成犄角之势。你的脑袋先系在马鞍上，若继承，记你首功；若败，我亲手剁了你。陈某的命早就是大人的了。天狼人开始攻城。大人，苍崖堡守将庞英必弃城而逃，待天狼人屠城后撤离，我们再入城。2000守军，数千百姓。大人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苍崖堡不破，韩越不死心。韩越不死心，右路军不会求援。右路军不求援，大人如何名正言顺地拿下这座要塞？周琦，等。庞英弃城难逃，天狼人已撤离，城中断壁残垣，尸横遍地。我去追庞英，这种逃将不配活着。入城灭火，收尸，重建城防。是。恭喜大人，苍崖堡从此姓周了。2000守军，数千百姓，你管这叫喜？大人，这破城不是您毁的，是天狼人毁的。您来收尸重建，收拢溃兵，云州百姓只会说您是救苦救难的菩萨。至于那些死人，没人会记得他们的名字，只会记得是您周启收复了苍崖堡。大人，慈不掌兵。这世道想保住更多人，就得先学会让一部分人去死。逃将一斩。传令，全城整备，收拢溃兵，修缮城防。3日后出兵平津。大人，天狼人足有万骑，昼伏夜出，已从市围境内越境，直奔平津后方。大人，天机已到，韩越必被围困铁门岭，晋国平南王树鲁也会趁机压上。待他们两败俱伤，大人再以生力军杀出，一举定乾坤。若韩越撑不到那时候呢？那便让他撑。大人有伯良借来的铁，有苍崖堡的粮，有巡防营的兵，耗得起。传令，全军开拔，直插平津西北，但不许抢先入阵。总兵大人，弟兄们撑不了几天了，粮断了，水也断了，撑不住也得撑，援军会来的。韩越已是瓮中之鳖，传令，今夜再攻，务必在援军到来之前拿下铁门岭。大人，明日天亮，晋国必全力攻山。韩越若败，平津城便是一座孤城。届时大人以援军之名入城，接管城防，名正言顺。若韩越没败呢？那更好。他活着就得承大人的救命之恩，日后在镇北王面前，他不好再给大人使绊子。传令各营，5更造饭，天亮拔营，目标平津城。末将遵令。这一仗打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回云州，等阿勒坦来。然后呢？然后把他欠我的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大帅，周琦已拿下苍崖堡，正挥师平津。他倒是会挑时候。大帅，此子野心不小，若让他再立大功，有野心不是坏事，只要他不忘自己是镇北军的人，本帅就容得下他。大帅，阿勒泰已率5万铁骑南下，前锋距云州不足100里。传令各营，全军备战。大人，此一去，便再不能回头了。我从来就没想过回头。弟兄们，前方是平津城，是困守孤山的韩越，
是围城的锦国大军，是随时可能南下的天狼铁骑。这一仗赢了，你们就是我周启的过命兄弟，荣华富贵共享；输了，我不会输。出发！